你持有的芯片股可能正被好财报反杀。台积电第二季度美元营收同比增长 33.7%， 毛利率 67.7%， 财报后首个完整交易日 ADR 却跌 7.29%。 市场究竟在怕什么？魏哲嘉谈到强劲 AI 需求，台积电同时把2026年资本预算由520亿至560亿美元上调到600亿至640亿美元，这笔投入为何反而让估值重算？再把完整成绩单摆上桌，台积电2026年第二季度美元营收402亿美元，同比增长 33.7%， 环比增长 12.0%， 新台币净利润7065.6亿元，同比增长 77.4%， 毛利率 67.7%， 营业利润率 60.3%， 净利率 55.6%。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合计占晶圆收入 77%， 其中2纳米已经贡献 3%。公司给出的第三季度营收指引是446亿到458亿美元。把制程结构拆开看，2纳米占晶圆收入 3%， 3纳米 30%， 5纳米 33%， 7纳米 11%。这组数据说明台积电的增长越来越依赖高投入、长爬坡的先进节点。第三季度除了446亿至458亿美元营收指引，公司还给出 56% 至 58% 的营业利润率指引。市场看的不只是收入能不能创新高，也看新增收入经过成本表之后还能留下多少营业利润。如果只看需求，这份财报没有证明 AI 正在降温，反而说明相关需求仍然强劲。魏哲嘉在电话会上表示 ，AI 需求依旧极其强劲，云服务客户持续给出强信号。公司预计2026年美元营收同比增长略高于 40%。所以股价下跌之后最省脑力的解释，也就是订单崩了， AI 结束了，至少没有得到这份公开材料的支持。CNBC 记录的市场反应很有意思，台积电 ADR 在财报公布当天收涨 1.23%， 随后一个交易日反转收跌 7.29%。同一份财报先得到正面反应，接着又出现明显抛售，这说明市场并不是没看到增长，而是在看到增长之后迅速打开了另外3张表：资本开支表、利润率表和估值表。第一张是资本开支的账单，台积电把2026年资本预算从年初的520亿至560亿美元上调到600亿至640亿美元，这个区间比原计划高出不少，而且约 70% 至 80% 将投向先进制程。站在乐观的一面看，这是管理层对未来需求投下的一张重票。晶圆厂不是临时仓库，不能今天收到需求信号，下周就多出一批先进产能，从建厂、设备进场，产线调试到良率爬坡，整个周期很长。但这里必须把事实和推断分开。官方确认的上调原因是客户需求继续增加，以及设备价格通胀。我们可以据此判断管理层对需求有信心，却不能把它延伸成已经获得某种明确担保，或者已经锁定了确定的回收节奏。公开材料没有给出这些细节，估值模型也不能拿想象当合同，预算的去向也值得分开。管理层预计约 70% 至 80% 投向先进制程，约 10% 投向特殊制程，约 10% 至 20% 投向先进封装、测试、光照及其他项目。这提醒我们，所谓 AI 扩产不是只买几台设备，而是一整套制造与交付能力同时扩张。也正因为投入横跨多个环节，不能把全部预算简单等同于某一种产品的订单，更不能据此推算某家具体客户贡献了多少需求。资本市场关心的是这600亿到640亿美元什么时候能变成收入，又什么时候能变成自由现金流。厂房和设备需要先付款，新产能需要经历爬坡，收入和利润却不会在资本支出发生的同一天出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提前修一条全球最昂贵的高速公路，管理层判断未来车流会增加，所以必须现在动工，可路基、隧道、收费站都要先花钱。车流何时达到高利用率，收费何时覆盖投入，中间存在无法跳过的时间差，资本开支也不是当期一次性全部进入利润表，钱在建厂和买设备时先离开现金流量表，形成资产，新产能投入使用后，再通过折旧逐步进入成本。于是利润表可能暂时看起来平滑，自由现金流却先承受压力。等到产能充分利用，投入有机会变成更大的利润池。如果利用率、产品组合或回收节奏不及预期，折旧也不会因为市场情绪转弱而暂停。这里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会计问题，
资本开支增加不等于当季净利润按同样金额下降，自由现金流承压也不等于这些钱已经损失。它代表公司先把现金换成厂房和设备，再等待这些资产在未来创造产出。真正需要追踪的是资产投入之后能否按计划爬坡，折旧上升时收入和毛利能否同步覆盖，以及资本回报有没有因为扩张而持续下降。这就是第一层反转。需求越强，不只意味着订单可能越多，也意味着公司必须更早、更重的投入。过去市场喜欢把 AI 画成一条向上的营收曲线，现在这条曲线后面多出了一张资产负债表、一张折旧表，以及一条更漫长的现金流时间轴。第二章是利润率的账单。台积电第二季度毛利率达到 67.7%， 这仍然是非常强的盈利水平，但公司给出的第三季度毛利率指引是 65% 至 67%， 中位数 66%， 低于第二季度实际值。请注意，指引不是已经发生的结果，也不是需求崩塌的证明，它只是管理层对下一季度可能区间的判断。市场真正敏感的是为什么营收指引继续增长，毛利率却没有同步上冲。第一个原因是2纳米进入陡峭爬坡，管理层预计这一过程会在2026年下半年稀释毛利率约3至4个百分点。先进制程量产不是把一张设计图复制到更多机器上，设备开始折旧，材料进入产线，工程团队持续调整工艺，但初期产出效率还没有达到成熟阶段。技术成功之后会形成壁垒，成功之前却先消耗资本、工程时间和利润空间。很多人听见2纳米会直接把它翻译成性能更强、售价更高、利润更多，中间最难的量产过程被情绪删除了。可台积电真正的护城河恰恰藏在这段过程里，不仅要把先进制程做出来，还要把它稳定的规模化。对公司来说，这是领先优势的来源；对当期财务来说，这也是必须支付的爬坡成本。第二个原因是海外晶圆厂，这里更要收紧口径。官方电话会给出的边界是，海外晶圆厂在初期可能稀释毛利率约2至3个百分点，后期可能扩大到3至4个百分点。黄仁钊对外说明，美国厂的建设成本大约是台湾的4至5倍。仅凭这两组数字，我们已经能看见成本压力，没有必要再自行添加工资、土地、供应链效率分别高出多少，也不能把未经核验的行业估算写成台积电自己的结果。美国扩产让这笔账更具体，台积电宣布在亚利桑那州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规划中的美国总投资提高到2650亿美元。这个数字说明全球化布局的规模，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会持续盯住海外成本，但判断仍然只能停在官方边界。美国厂建设成本约为台湾4至5倍，海外晶圆厂对毛利率存在明确稀释。至于每个项目何时达产、利用率多少、最终回报率多高，还需要后续经营数据验证。海外布局当然有战略价值，它能够提高产能地域分散程度，回应客户与政策层面对供应链安全的要求。但保险从来不是免费的，对投资人而言，关键问题不是海外布局好还是不好，而是它带来的安全价值能否在未来被产能利用率、定价与运营效率覆盖。于是台积电面对一个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的矛盾，最先进的技术是未来增长的来源，也是短期毛利率的压力。更分散的全球产能是供应链安全的一部分，也是更高成本的来源。优势没有消失，只是优势正在变得更重、更贵，也更考验执行。市场不是突然否定台积电，而是要求这家公司证明它能把战略上的正确持续转化成财务上的高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很好和股票一定上涨必须分开。股价交易的不是过去相对于历史有多漂亮，而是未来相对于预期还能好多少。当市场已经相信 AI 需求会长期增长，也相信台积电会继续占据先进制造的重要位置，一份强财报首先证明故事仍在运行，却不能自动证明当前价格还留下了足够大的惊喜空间。如果收入、利润和资本开支同时上升，投资者会重新打开模型。收入增长当然加分，但更高资本开支会先改变自由现金流，新增产能会带来折旧，2纳米爬坡和海外工厂会影响利润率。即使未来盈利预测没有立刻崩塌，市场也可能因为回报节奏和不确定性降低愿意支付的估值倍数。市场上的下跌大致可以分成3种：
第一种是需求下跌，客户削减投入，产能利用率走低，收入预期下降，这是产业基本面直接转弱。第二种是利润率下跌，订单和收入还在增长，但成本上升得更快，盈利质量低于预期。第三种是估值倍数下跌，公司仍然增长，只是市场不再愿意为同样的增长支付昨天那么高的价格。这次台积电财报后的反应更接近后两种风险被重新定价，而不是公开信息已经证明 AI 订单突然归零。我们也不能把 7.29% 的单日下跌完全归因于某一个数字。资本开支、毛利率指引、前期涨幅、市场仓位和获利了结都可能共同影响价格。负责任的分析不是为一根阴线编出唯一原因，而是找出哪些变量正在改变投资者的计算方式。这件事为什么会让持有其他芯片股和半导体 ETF 的人紧张？不是因为我们需要逐一断言某家公司的哪款产品与台积电存在什么具体关系，而是因为台积电处在先进制造和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重要位置。它的资本预算提供了需求人强的信号，它的利润率指引又提醒市场把需求变成产能需要更高投入。两个信号同时出现，整个芯片板块的估值标准就可能从有没有 AI 增长转向谁能把增长真正变成现金流。这就是 AI 叙事从想象阶段进入算账阶段的标志。早期市场只需要一个足够大的故事，模型能力提升，算力需求增加，数据中心扩建，相关资产就能一起获得更高估值。进入下一阶段，数字会检查每一条现金流，谁承担资本投入，谁承受折旧，谁拥有定价能力，谁的产能利用率更高，谁的客户预算可能改变。故事还在，但故事必须提交财务报表。魏哲家释放的信号因此看起来像两股相反的力量，一边是需求端的乐观， AI 需求极其强劲，客户需求继续增加，公司上调全年收入增长预期，也上调资本预算。台积电处在产业链较靠前的位置，管理层对客户需求的判断确实比社交媒体上的传言更有参考价值。只要后续营收和利用率继续兑现，资本开支就可能成为未来产能与竞争壁垒。另一边是回报端的压力，消费与价格敏感型终端仍面临元器件涨价和宏观不确定性。二，纳米爬坡会稀释毛利率，海外工厂的成本更高，设备价格通胀也推高预算。AI 是一台强劲发动机，却不等于所有终端同步复苏，也不等于任何投入都能自动获得相同回报。所以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把台积电想象成明天突然没有订单，而是订单越多，市场越不肯只看营收。他开始追问，魏哲家每多创造$1收入，需要先投入多少资本？这些资本多久形成可用产能？产能多久达到足够利用率？最后又有多少收入能够沉淀成自由现金流？这个问题一旦进入估值模型，好消息对股价的作用就会改变。对持仓者来说，接下来最值得跟踪的不是一天的红绿，而是3组变量。第一组是需求，看大型云服务客户的资本开支计划有没有变化，看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利用率和需求表述是否持续，看第三季度446亿至458亿美元营收指引能否兑现。如果这些指标没有明显恶化，公开信息就仍然更支持需求强，成本上升的框架，而不是需求已经崩塌。第二组是利润，看毛利率能否落在 65% 至 67% 的第三季度指引区间，看2纳米爬坡造成的稀释是否维持在管理层预计的范围，看海外工厂初期2至3个百分点，后期3至4个百分点的稀释口径有没有变化。不要只看毛利率高或低，更要问变化来自短期爬坡还是更长期的成本结构。第三组是估值和价格行为，好消息公布后，股价是继续上涨横盘还是冲高回落，本身会暴露市场此前把多少乐观预期写进了价格。半导体 ETF 和高估值芯片股是否同步承压，也能帮助我们判断这是单一公司的问题，还是整个板块的风险偏好在收缩。价格不会自动告诉你真相，但会告诉你市场正在重新害怕什么。把这3组变量组合起来，可以得到3条路径。第一条是强需求加上稳定利润。第三季度营收兑现，2纳米爬坡符合计划，海外成本稀释没有超出公司口径，新增产能逐步转化为收入和现金流。
那样的话，600亿至640亿美元资本开支更像为下一轮增长提前铺路，今天的成本可能成为竞争者更难跨越的门槛。第二条是强需求但利润承压，订单和营收继续增长，毛利率却因为爬坡、折旧和海外成本维持压力，自由现金流改善慢于市场期待，公司仍然可能成长，但股票会进入反复算账的阶段，估值很难只靠 AI 需求强。这一句话继续扩张。第三条才是需要重新审视产业逻辑的情况，需求真的转弱，云服务客户削减资本开支，台积电营收指引下修，先进制程利用率走弱。到了那一步，问题就不只是毛利率，而是此前投入的庞大产能可能面临利用不足。现阶段公开材料没有直接证明这一幕已经发生，所以把一次财报后下跌等同于 AI 周期结束，仍然过于草率。我更愿意把这次财报理解成一场估值压力测试。台积电证明了自己仍站在 AI 产业扩张的关键位置，也让市场看见维持这个位置需要付出的代价。领先制程、先进封装、全球产能和供应链安全全部需要资本。过去投资者只赞美这些名词，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每个名词后面附上一张回报率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最危险的认知捷径是把公司很好直接翻译成任何价格都值得买。优秀公司也可能遇到过度乐观的估值，强劲财报也可能只是在兑现市场早已相信的故事。反过来，一次股价下跌也不能自动证明公司逻辑已经崩坏。华尔街不发道德奖章，它只结算实际结果与预期之间的差。所以不要因为管理层说需求强劲就把成本从模型里删除，也不要因为股价下跌就反推出订单一定消失。观察资本开支如何转化为产能，产能如何转化为收入，收入又能否转化为自由现金流，中间任何一环出现延迟都会改变估值。如果每一环都兑现，今天被担心的高投入也可能成为明天的护城河。这就是台积电当前最值得研究的地方，它的风险和优势正在由同一件事产生。工厂昂贵，所以竞争者难以追赶。工厂昂贵，所以台积电自己也要承受折旧和现金流压力。技术复杂，所以量产能力珍贵；技术复杂，所以每一代制程爬坡都会扰动利润。全球布局提高供应安全，也带来官方已经明确提示的毛利率稀释。台积电这份财报没有戳破 AI， 它只是把 AI 从故事阶段推进了算账阶段。下一轮芯片股的胜负，不只看谁拿到更多需求，也要看谁能把昂贵扩产变成可持续的自由现金流。人类喜欢追逐最响亮的增长叙事，数字却会安静地检查资本开支、折旧、毛利率和回报周期。你认为这次下跌只是高预期后的降温，还是芯片股估值逻辑真正进入了新阶段？以上只是根据公开信息和市场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真正需要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仓位、时间周期和风险承受能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少走一条认知捷径，却不能替任何人承担波动。